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如何突破美国航母战斗群严密的防空反导体系呢？这期节目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。在战备值班水域，航母编队通常是以战斗群的形式展开，只有个别情况下，比如说越洋航渡的时候，才允许单独的航行。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通常下辖大约10艘水面舰艇和1艘弗吉尼亚级的核潜艇，其中至少有2艘伯克级导弹驱逐舰，分别位于航母左右的两侧，距离1到2公里。航母战斗群的总长度可以达到10公里。航母战斗群采用环形梯次防空，像易遭攻击的危险方向，它要派出1到2架 ERC 鹰眼预警机。ERC 的值班空域距离航母一般都在250到350公里，可以单独起飞。但是有威胁的时候通常在它的前方还有2架战斗机，必要的时候还有2架战斗机前出500公里。第3轴双机是位于航母的甲板上面，发动机开车，随时准备起飞。ERC 大约可以距离300到350公里发现俄罗斯或者是其他的对手的歼击机，在550到700公里探测到战略轰炸机。因此第一梯次的防空最远的边界可以达到700到1000公里。第2防空边界由宙斯盾防空系统的雷达或者是舰艇的环视雷达提供保障，这个最远的探测距离可以达到350到400公里。这一空域内有值班的战斗机负责拦截，从甲板以加力状态爬升至约1万米的高度，以超音速攻击目标。第3道拦截线半径大概是250公里，由标准6远程防空导弹或者是值班的战斗机提供保证。其他的舰艇还可以发射中程的防空导弹，由宙斯盾提供目标指示。由此可见，航母战斗群的防空体系至少有3层构成。另外还有航母自身和它的护卫舰艇的这些末端防护手段，比如说舰艇上面的1130近防炮，每分钟能够发射11000发的炮弹，形成一个防护的弹幕，这是最终端的保护手段。面对防护如此严密的航母战斗群，如何击破它的防护金身呢？最关键的就是要压制 ERC 预警机，对抗干扰 ERC 预警机的雷达。ERC 采用的是70厘米的分米波段的雷达，歼击机通常需要携带压制这一波段的专用的电子对抗吊舱，在距离 ERC 大约300公里的安全距离上，按半径200公里的弧形航线绕过 ERC， 从低空进入距离航母战斗群100公里的边界，发射空对舰导弹，对航母编队实施攻击。也可以使用专用的导弹专门杀伤 ERC。 如果能够研制出射程不小于500公里的超远程空导弹，那就可以直接对 ERC 进行打击。如果歼击机无法绕开 ERC， 那怎么办呢？那就专门攻击 ERC。 通常使用携带空导弹的3组双机发起攻击。第1组干扰机是负责压制 ERC 的雷达，第2组双机负责对付为 ERC 护航的美军战斗双机，第3组双机负责攻击 ERC。 在打掉了 ERC 的情况下，攻击机进入反舰导弹发射的边界以后，如何动作呢？单枚的反舰导弹命中航母不可能将其重创，命中3至5枚可能会造成局部的毁伤，击中10枚以上才有可能将航母击沉。考虑到航母编队对整个反舰导弹的拦截的概率，无论如何也需要齐射20枚以上的反舰导弹并命中它，才有可能将其击沉。航母的航空兵联队有4架 ERC， 其中空中有1到2架。如果有2架同时升空值班的话，其值班空域相距大概是300到400公里。因此击落其中的1架，将在第2架的探测半径之外打开一个缺口。这样的话，歼击轰炸机就可以通过这一空域逼近航母。航母战斗群发现防御中有漏洞以后，会立即起飞甲板上所有的战斗机。ERC 的探测距离是战斗机机载雷达的1.5到2倍。如果战斗机按扫描扇区进行分配的话，是可以探测到足够远的距离。
而且宙斯盾雷达呢也可以探测高空。这种情况下不适合用轻型的亚音速的反舰导弹，只能距离航母约500公里呢发射远程的反舰导弹。当然了，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的效果会提高很多倍。根据推算，宙斯盾的标准3防空导弹是无法拦截处于巡航高度40公里的锆石，因为标准3用于拦截弹道导弹目标，而锆石呢可以在巡航阶段呢实施机动。在最后的攻击阶段呢，防空导弹和电子对抗系统将对反舰导弹呢形成拦截。这个时候，伯克级驱逐舰的使命就是让反舰导弹射向自己或者是假目标，是不允许反舰导弹射向航母的。那通过上面的分析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要想集成层层保护的美军航母是很困难的。为了成功的对航母战斗群发射反舰导弹，需要在发射前获得航母的精确的目标和位置，需要研制强大的电子对抗系统和超远程的反舰导弹，需要在500公里以外对航母战斗群发射反舰导弹，并且能够准确的击中目标。就目前的技术能力啊，还不能称某型舰艇或者某一款反舰导弹是航母杀手。只有隐身攻击机和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密切配合，才可能解决突破航母编队防空反导体系这个难题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说到这里。